解放军的长航时无人机日前再度出动，这次甚至飞临了台岛以东空域，甚至还遇上了日本空自的接力式全程伴飞。且听虎妞详解。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户，我是虎妞。最近这2天的军事类消息集中于新装备和解放军的建设发展上，虎妞给大伙儿讲了歼35、三蹦子升级等新鲜事儿。不过今天要给大伙唠唠的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消息，非常值得细品。按照日本统合幕僚监部发布的消息来看，解放军的远程长航时察打一体无人机刚刚前出第一岛链，到菲律宾海来了一次远航飞行活动。日本空自的御用摄影师也发布了拍摄到的解放军无人机照片，外观特征看很显然就是我军现役的 TB001 双尾蝎察打一体无人机。如果单纯只是说解放军无人机远航这事儿，亮点其实并不大，毕竟类似的远航现在也是常态化了。解放军的长航时远程无人机基本过段时间就会前出第一岛链一次，但此次前出第一岛链远航却有2个不一样的亮点值得关注。其一是日本空自为了跟踪监视我军无人机，起飞了不止1个编队接力伴飞。另一个亮点则是我军无人机飞临台岛以东，但台军防空却全无反应，也根本没有通报我军无人机的到来，这就很有意思。先来说第一个亮点，也就是日本空自伴飞我军无人机这事儿。首先要指出的是 TB001 双尾蝎无人机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航程非常远，滞空时间非常长。按照厂方给出的公开数据，此款无人机的滞空时间长达35个小时，按照其巡航速度300至400公里每小时左右来综合推断，这款无人机的极限航程理论上是可以突破上万公里的。听起来确实有些高的吓人，但从实际出任务的情况来看，却也确实如此。光看 TB001 此次远航菲律宾海就能看得出来。按照日本统合幕僚监部披露的情况，我军的无人机是从早上一直飞到了下午，日本空自对此保持全程尾随追踪。需要注意的是，日本空自西南基地能够派出的伴飞战机仅有 F-15G， 而通常情况下，日本空自是采取双机编队，2到3小时的持续伴飞来进行轮替。也就是说，在此次对于我军的长航程无人机尾随追踪中，日本空自至少是派出了不止1个编队，总数大约4到6架的 F-15G 战斗机进行接力伴飞。要说仅因为这么1架中国无人机就调动了如此多的日本空自主力战斗机升空，这恰恰是现如今的日本空自最忌讳的。日本空自在此之前就不止1次的抱怨过，因为解放军越来越多的北上远航行动，日本空自被迫出动比原先多得多的战机升空伴飞。这一情况导致日本空自的战机出现了严重损耗，尤其是航发的报废速度更是原先的数倍。日本媒体宣称，这是解放军在蓄意拖垮日本空自。而在日本空自发布的一些照片中，也能看到 F-15G 战斗机浑身打满加强补丁的情况。这说明机体结构已经到了不做补强就不堪重负的程度，大过在直接飞散架可是不开玩笑。现如今，日本空自仅仅因为1架解放军的无人机，就不得不派出数倍不止的载人主力战斗机去进行全程伴飞。这毫无疑问会使得日本空自本就糟糕的战机妥善率雪上加霜。那些寿命所剩无几的 F-15G 还能再坚持多久，都是个令人头疼问题。只不过头疼的是日本空自，而不是咱们。另一个有意思的亮点是，解放军无人机在出了日本防空识别区之后，便一路向南直飞台岛东部，在台岛东部上空又飞行了相当长一段距离。从日本空自给出的飞行路线图来看，我军无人机几乎是贴着台岛以东空域的边儿在飞，距离甚至接近到还不足台湾海峡宽度的1半。耐人寻味的是，台军发布的当天空情通报中是压根儿没提我军无人机飞抵台东这事儿，但日本空自却是把解放军无人机在台东的航迹给清清楚楚地画了出来。此事一出，台军丢人的防空水平立刻成了国际笑柄，连解放军的无人机都侦测不到，甚至成了日本网友的笑料。不过虎丢倒觉得，
这也不一定太军真没侦测到，也可能是地面雷达侦测到了，但碍于防备薄弱的台东没有可以出动伴飞的战机，无法确定解放军飞临的具体机型，随便瞎猜一个型号，要是猜错了通报出去，只会更丢人。权衡之下，台军很可能是选了个丢人尽可能丢少一点的办法，也就是干脆不通报。却没想到日本空子如此不给面子，直接把解放军无人机在台东航迹标得一清二楚，向全球公开，妥妥打了脸。当然，以上此种情况也仅限于虎妞的推测分析，还请大家理智看待。要是有什么见解观点，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虎妞期待能和大家一起探讨互动。